豪门正统在海天，原汁蚝肉熬出鲜。感谢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春季换新不用愁，天猫新货啥都有。感谢承包你春季购物车的天猫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重磅升级9维营养全覆盖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打开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点击底部节目活动图标参与互动 ，call out 喜欢的演员上台咔咔。哎，广志、小齐，就这场嘉宾你们都认识吗？这都谁呀？这全明星阵容啊！我跟你说啊，这次好几个冠军在场上的啊。哎，你俩没准备点吗？有战术，有战术。这么打吧，都摆烂了。这场真的不一样啊！你们一会儿吐槽的时候注意一点啊，听见没？这不犯规吗？裁判呢？有没有人管我？裁判呢？这犯规了。行，都不管我。那咱们就说好了啊，这次你们写不出内容来，不许再说我了啊！行，就这么来。我觉得有机会啊！而且我之前吐槽不够粉，这次我要多说你们俩。好，中！我就说这操作莽就完了。哎，刚刚是不是有人说话了？没事儿，没人说话啊，那来吧。好。请主持人张绍刚。名人不说爱话，各位好，欢迎来到由鲜蚝鲜熬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的主咖和他的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绍刚，欢迎各位光临。非常高兴的告诉各位，今天我们是电竞体育的专场，所以有明星，有帅哥。今天我们请到了和电竞体育相关的明星代表和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的朋友们。节目组反复跟我说这期节目有一条暗线，叫高光时刻，但是又告诉我不要强调。我说这暗线，我要是不强调，谁能品得出来？我得告诉观众呀，对吧？没必要藏着掖着的。好不容易想到了这么一个好词儿，就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跟观众，大家也是朋友嘛，对吧？所以，我们节目的名字其实也有一条暗线，主咖和他的观众朋友们，品出来了吧？确实是我刚刚想到的。网上有一句话说，每个人其实都活那么几个瞬间，那些瞬间就是我们所谓的高光时刻。如果各位朋友你们想到自己的高光时刻，就打到公屏上啊。高光时刻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看着别人的描述，心里面会想说，这也叫高光时刻？不要管别人怎么说，高光时刻是属于自己的，自己觉得高光就行。我也有高光时刻，对吧？为什么一片沉默呢？算了，我不说了，我这说你们也不爱听，不说了啊，不说了。这样，等到我的专场，我们这期节目的嘉宾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先来看一看都有谁。我们掌声有请嘉宾出场。有请脱口秀大会4季军，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冠军，来自效果文化，欢迎何广智。我可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呀！何广智，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年度总冠军。他是主咖和他的朋友们第1期 Top King 获得者，除此以外，暂无奖项，来自长沙校吗？欢迎脱口秀演员小齐。你们没学过生气吧？恭喜小齐获得本场 Top King。
他是乐队的夏天退赛出圈的人气选手，人字拖塑料袋全球宣传大使，来自广东海丰。欢迎在生活里走神的艺术家，一个人来的5条人，任科。他是推理脑中白月光，书销70万册的青年作家，在银河系旅行的歌手，战至巅峰冠军队成员集各种标签于一身的新时代斜杠青年，欢迎胡一星。他是中国第1位亚洲足球先生，是首位在英格兰职业联赛上戴上队长袖标的中国人，中国足球先生与金靴奖的双料得主，来自中国上海范大将军范志毅。他是昔日天才 AD， 首位 LPL 职业比赛德莱文5杀选手，电竞顶流主播，花盆景观爱好者，有请水晶锅 Crystal。接下来有请英雄联盟 S8 世界冠军 ，LPL 赛区首位世界冠军 AD Carry。最年轻的千杀先生，从湖北黄冈首冠少年到滔博战队的领袖，伟大无需多言，欢迎喻文波 Jacky Lau。最后登场的是首位 NBA 华裔控卫，毕业生涯最高得分38分，同领7点全球的零疯狂缔造者，2019年 NBA 总冠军成员，来自哈佛大学，有请林书豪 Jeremy Lin。来，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欢迎所有嘉宾。大家看一下在座的所有的这些嘉宾啊，这我要是不提前说出来那暗线，就这些人往那一坐，谁能看出来他们之间有关系？关系就在 V42里。辉煌时刻谁都有，别拿一刻当永久。本期我们就请到了一些不在辉煌时刻的嘉宾，他们曾经有高光，现在有档期，可以说非常有性价比。首先是 LPL 天选哥哥 Jacky Lau， 本名喻文波，是游戏英雄联盟的一名职业选手，担任 ADC。给你搞得太帅了。也许你不认识他，这么说吧，他是 LPL 最年轻的世界冠军，相当于演员界的易烊千玺、跳水界的全红婵，以及喜剧界的徐浩伦和谭湘文。疯了吧你！来自教育名城湖北黄冈，但没有被知识改变命运，早早就踏上电竞之路，加入 IG 战队。很快他就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2018年全球总决赛的8强赛，不被看好的 IG 对上了 LCK 的头号种子 KT 战队，第5把生死局，双方僵持不下时 ，Jacky Lau 作为本该待在后排的 ADC， 在没有保命大招的情况下，用一次赌上职业生涯的闪现向前拿下4杀。翻过这座山，他们就会听到你的故事 ，LPL 最后的希望。之后 IG 更是一路过关斩将，为之前一直被外赛区压着打的 LPL 赢得了首个全球总决赛冠军。我们是冠军！但这也就是 Jacky Lau 最大的高光了。转会到滔博战队后，他说：“我们会创造新的历史。”果然，他创造了 LPL 最差的一个外战历史，输韩国、输欧美，甚至输越南。看来有些话还是说早了。只有冠军才会被一直记住。不止哦，输越南也会哦。但没关系，哥哥，你打不过的越南，国足帮你赢了。这句话太了。而在篮球圈，林书豪的职业生涯跟 Jacky Lau 非常相似。作为华裔天才篮球少年，在高中时期就获得了北加州2级联赛年度最佳球员，但因为亚裔的身份，他被各大篮球名校拒绝，只能无奈去读了哈佛。我很不想去哈佛。
哎呦，太无奈了。之后他加入 NBA， 签约勇士队，刚开始只能当替补守饮水机，直到对战篮网时，主力球员的缺席让林书豪临危受命替补登场，拿下了25分、5篮板、7助攻。从此他在 NBA 大杀四方，有了林疯狂的称号。自此，林书豪一战封神，成了 NBA 顶流。不出意外，接下来就要出意外了。17年，他因髌韧带断裂，从核心球员成为边缘替补。为延续职业生涯，他以外援身份加入了 CBA， 但可能是不适应 CBA 的节奏，没能重现高光。25年，他举办退役仪式，来的都是我们节目请不到的大咖们，搞得像星光大赏一样。不过他跟 J Club 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喜欢刀塔，在 J Club 夺冠的18年，还公开表示英雄联盟不好玩。行，你很勇敢。如果说 J Club 和林书豪是竞体巨星，那水晶哥就是竞体圈的一个人。ID Crystal 本名杨帆，但却没有起航，也是英雄联盟的 ADC 选手，拿下过 LPL 第一个德莱文的5杀。好啦，他的高光讲完了。退役后转型做了主播，却展现出远超游戏技术的抽象天赋。虽然他遇到很多失败，但他衬托出了那些成功者的伟大呀！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冠军奖杯，也要有人拿花盆呀！为什么别的退役选手桌子上面摆的都是奖杯，你是一个花盆？让我们向花盆致敬。说完竞体，来说说娱乐圈。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演员、歌手、游戏主播、电影博主、风险投资人、导演、作家、剧本杀作者、推理的神、高智商学霸、南大校草溥仪星。哎呦，不知道现场能不能坐下这么多人。商学院硕士出身，因参加一战到底的出色表现被大家认识。去名侦探学院后，又凭借出色的推理能力和长得帅，一下成了圈层流量偶像，还在电竞节目战至巅峰夺冠。我将会在中国综艺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后来还转型做唱跳歌手。哦不，他这么多title都不能叫转型，只能叫顺便。虽然唱跳实力仅粉丝可见。但也为音综贡献了不少热搜。你别说，一般热搜只会有难听2个字，指名道姓说谁难听的还挺少见的。说完跨界歌手，来说本职歌手任科，一个非常符合大家对广东人刻板印象的人。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小龙女也想过的生活，有口音，5条人被抢了，很松弛，穿拖鞋。作为家道中落的富3代，摆过摊，卖过盗版书和打口碟，所以我挣的钱不多。如果不是搞乐队，其实就是灵活就业人员。08年和阿茂组成了5条人，但直到参加月下，因为反复被淘汰又反复被捞，才彻底出圈。不仅出了乐队圈，还出到学术圈去了，被邀请去哈佛演讲。之后还在各种圈子乱窜，写书、当导演、拍电影、画画、配音。行了，任科老师，娱乐圈装下溥仪星已经够呛了，你就别添乱了。这些嘉宾虽然看似哪儿都不挨着，但肯定是有一些巧思在的，欢迎大家细品。今天我们就让潮水退去，看看他们之中究竟谁在裸泳，尽在本期主咖和他的朋友们。哎，你怎么打上游戏了？哎呀，这不电竞场吗？我先找找感觉。哎呦，这也太下饭了！哎呦，太下饭了！哎呦，这怎么这么下饭呢？哎呦，下饭，真下饭！哎呀，不是哥们儿，我操作有这么下饭吗？你一直说，我说的是海天蚝油下饭。这喷不了，这是真下饭呐！鲜蚝鲜熬，加一点就好鲜好鲜，你吃得明白吗？快给我搞一点！哇，这海天蚝油的味道太鲜了，全是高光时刻吧，是吧？每个人厚厚的一沓履历，一个一个说啊。J.K. Love 17岁拿下英雄联盟 S8 的全球总冠军，对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前无古人，因为古代没有电脑；后无来者，因为现在有规定，参加比赛必须年满18。当年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向前闪现，拿下4杀，很谦虚，承认自己运气好。后来的几年，他通过自己的实力就证明，当时确实运气好。那往后夸夸一路下坡路啊！欢迎 J.K. Love。书豪，林书豪，前职业篮球运动员，各位拿过 NBA 总冠军，哈佛经济学毕业，哎，就人这个学历，在华尔街轻轻松松拿到100万年薪，但是他放弃了100万年薪，选择去 NBA 追求自己的篮球梦想。拿到1000万年薪，我跟你说，不会学经济学的啊，知道这个人啊，总是要有梦想。欢迎林书豪，水晶哥
前英雄联盟的职业选手啊，跟 J.K. Love 打同一个位置，现在是知名的电竞主播。他绝对没有因为拿到冠军就走下坡路，因为他没拿过冠军，但是辉煌过啊，辉煌过，是国内联赛第一个用德莱文拿下5杀的人，这个够不够辉煌？够，很勉强，是的，很勉强啊！哎，他还赢过 J.K. Love， 掌声鼓励一下。胡一清。刚才说了很多身份，好懒得说，游戏主播、作家、演员、歌手、风险投资人等等等等，很难定义他。一个人就代表了各种各样的行业，也不能说代表吧，就是掺和啊。老宗出道，非常聪明，而且他就知道，限于他的才华的前提，必须是始于颜值。所以他现在策略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我这么好看，那我不得四处让别人看看我有多聪明啊！欢迎吴以清，任科5条人乐队，而且任科我觉得是今天这场最重要的嘉宾。为什么？大家想，不管是打篮球还是打英雄联盟，是不是都得是5个人？对吧？前面4个人都准备好了，开不了局，催节目组快点吧，弄一个人来就行，随便拉一个能开局就行。于是我们就找到了道山靓仔，无他不成局，你就说重要不重要啊？任科一来，这局才能真正的凑齐5条人。欢迎任科。除了重要的5个人，还有不重要的3个人。我跟你说，光有他们仨成不了局。品牌挚友，我的老师范志毅，还有我们2位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广智和小齐。大家知道，一般我们这节目都会让脱口秀演员来开场，对吧？今天开场的是广智，掌声欢迎何广智。谢谢，不帅啊！谢谢张老师啊！大家好，我是广智。好嘞，谢谢，咱们直接开始啊！大家看今天这个阵容，不难发现啊，都是一些通过竞技比赛被大家认识的人。首先，蒲熠星，智力问答节目出道，大家对他的印象是聪明学霸。那我发现，自打这些人进入娱乐圈后，大家就总说什么搞文艺还得是这些让这些有文化的、学历高的来，我不同意，因为我觉得有文化的就不该搞文艺，有文化你应该去搞科研呀，学霸就应该去中科院，名侦探学院是个什么单位呀？我现在就是好奇，你是属于名侦探学院院士呀，还是剧本杀学术带头人呀？J.K. Love， 英雄联盟世界冠军，湖北黄冈人。黄冈的特产是啥？你们知道吗？试卷。黄冈的亲戚结婚伴手礼都是试卷。大街上连网吧都没有几个的城市，走出来一个电竞世界冠军，就这个离谱程度，他都不是林书豪去 NBA 打球，他是张绍刚去 NBA 当篮球宝贝。很难的，朋友们。大山里走出来一个高考状元固然厉害，但是湖北黄冈出来一个电竞冠军，那也是百年难遇。大山里的高考状元，大家会说沙漠里开出鲜花，宇文波池塘里长出的仙人掌，阳澄湖的小龙虾，波士顿的大闸蟹。这个冠军太不容易了，你们想湖北黄冈的教育资源多丰富呀？据说那会儿
初中生一周只有1下午的休息时间，就你周围的人都在学习，这种氛围你很容易就把持不住自己，就学上习，从而走向人生的正轨。所以黄冈对于电竞选手来讲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的身边充斥着各种学习方法、考试心得。他当时有个同学就没扛住，别人递给他一张卷子，没当回事他就做了，才18岁就被2本院校录取了。这件事情对俞文波打击很大，俞文波知道他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离开这个地方。他当时面对的压力非常大，因为那些老师太好了，肯定会用知识诱惑他，但他必须得扛住。什么 ABCD， 我只看 QWER。考试的时候也不会啊，选择题全选 B。虽然卷子上写满了 B， 但我们都知道他当时真正的选择是 ADC。当然这都是开玩笑哈，不要在意。林书豪也有总冠军戒指，总决赛6场比赛，一共上场51秒。都说是躺赢啊，这话就有点过分了。你看了比赛就知道他根本不是躺，他一直在板凳上坐着，而且人家也不是没有数据，场均助攻队有6条毛巾、4瓶矿泉水。这种冠军呢，确实不好意思往外说。你因为人家 J.K. Love 一说全是细节是吧？我当时向前一个闪现，直接拿下4杀，杀死比赛。林书豪咋说？我当时向前一个挥手，打得好。当然，这种你换一个角度也是可以吹吹牛的。他可以这么说：那年总决赛打巅峰勇士，我汗都没出。库里又能怎么样？在我身上1分没拿到。我们编剧去前采林书豪，然后林书豪说他不擅长吐槽，然后我们就问他，如果说节目上一定让你吐槽别人，你会怎么吐槽？他说那我这么吐槽怎么样？他们玩电竞的还吐槽我，他们能有我挣钱吗？我打一场球抵他们1年的收入。我们当时听完觉得他挺会吐槽的，就是很可爱，你知道吗？这个吐槽就很实在，你知道，就是吐槽不过直接说你挣的没有我多。当时呢，这句话给我整恍惚了，就我当时一下分不清对面坐着的是来自美国的林书豪，还是老家的我三舅，因为他说话跟我三舅一样，没有什么梦想与希望，张嘴闭嘴就是钱。我过年回家跟我三舅聊天，我说我明年没有那么想赚钱，我想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三舅一扭头，你不挣钱你想治啥？林书豪，虽然这句山东话你听不懂，但你绝对能跟我三舅聊到一块儿去。我给你保证，我三舅虽然不看篮球，但肯定很喜欢你。你自我介绍完，我三舅的反应肯定是非常崇拜你哈，他打篮球好，打篮球来1000块。任科可以说是内娱最松弛的男艺人。之前来过我们节目，我当时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那场特别垮啊。就他那场垮到什么程度？就我们节目有提词器，大家也都知道。他当时任科上来第2个段子就念错行了，我阅读障碍，漏了一段啊！提词器老师都疯了，他也不知道该往上还是往下。所有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只有任科不慌不忙，往上。下来一点。好，咱们继续。当然，这并不是我唯一一次见任科救场，就在前不久，在罗老师的那个科技发布会上唱歌，又见了一次啊。因为超时的原因，就是任科唱到一半的时候被拉闸了，然后任科就开始救场。那天晚上怎么说呢？我感觉我看见卓别林了。他是这么救的场。好，耳机里说让我现在开始救场。好，我现在开始救场。好，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是11月份。新的一年祝大家都能开开心心啊！好，让我继续说话。好，新的一年是马年，然后呢，我属虎。好，非常完美，没有一句挨着，但是非常完美。其实呢，这2个时刻，我发现只有我们认为任科在救场，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并不认为这些时刻他搞砸了。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大家老说什么高光时刻，我觉得你说高光时刻，就等于说你把其他的时刻都否定了。他没有高光时刻，那就证明他每天都是高光时刻。所以在他眼里，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会搞砸的。节奏器往上。没有了，谢谢大家。哎呀，太精彩了，太精彩了！谢谢广智啊，广智的表演非常好，但是就是一个小缺点啊，一个小缺点 ，Q 提词器确实太不专业了，太不专业了。真正专业的人谁看提词器？对不对？真正专业的人。下一位要上场的，水晶哥。人家水晶哥其实也拿过冠军，在另一个游戏 CSGO 里，人家拿的那个叫主播争霸赛的冠军，啊，他是因为家里面断网没有参加嘛，队友们顺利的拿到了冠军，所以就是有的人他不在，可能是对团队最大的贡献，啊，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你那个网有没有可能是队友给你掐了？掌声有请。虚空的冠军水晶哥。Hello， 大家好，我是水晶哥。谢谢。这2年确实有点过气了啊，因为水晶贬值了。哎，早知道叫黄金哥好了。今天的主题是高光。我这个身高很难有高光，我稍微一低头，高光就从我头上飞过去了啊！唯一算高光的可能就是德莱文5杀了，也很难让家里人感到骄傲。我跟我外婆说，5杀就是连续杀5个人。我外婆让我去自首。对老人来说，游戏打得好没有用，他就喜欢那种学习好的，比如溥仪星。啊，溥仪星是上一战到底火的，一战到底那个夺冠感言里，他说：“如此年轻的我，很想要去改变世界。”兄弟，改变世界，你答什么题啊？你去研发光刻机啊？你去调停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啊？怎么改变世界光站着？兄弟，你说话真的有点太夸张了。曾经说我溥仪星将在中国综艺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还综艺史，综艺史这个词也太中二了，什么都能叫史啊！我每晚通宵打游戏，我是不是也能在中国熬夜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来呢，溥仪星就参加了《明星大侦探》第4季，节目名字很奇怪。明星怎么能当大侦探呢？有的明星不是经常当嫌疑人吗？我任科哥，人我不认识，但这个形象我太熟了，穿个拖鞋，吊儿郎当，跟我在网吧的时候一模一样。你那歌是不是在网吧写的？阿珍跟阿强该不会是在双排吧？任科哥说当年做音乐非常困难，最难的时候11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面，屋子里面啥人都有，作家、歌手、演员、导演等等等等。这个屋子
刚好能放下一个溥仪星。接下来林书豪，他非常厉害。林疯狂2019年随猛龙夺冠，我很羡慕他。没有冠军是我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书豪哥夺冠时，不少网友都说他纯混子，说有伦纳德、洛瑞2条大腿，替补拴条狗都能夺冠。网友说话怎么这么难听？说他干啥？起码人家夺冠了，只要给我冠军，我愿意当狗。但没人拴我，要有个人愿意拴我夺冠，我会跟他说栓 Q。我这个人没什么文化，但书豪哥的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成语。不看林书豪，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一鸣惊人，什么叫如日中天，什么叫昙花一现，什么叫一蹶不振，什么叫是我在狗叫。原谅一下，我太想夺冠了。林书豪离开 NBA 3年后，2021年他说：“我目前比任何时候都要好，我依然是 NBA 的水准。”那照你这么说，我也可以说我目前比任何时候都要好，我依然是 LPL 的水准。虽然是 LPL 的水准啊，但我跟 JK Love 没法比，因为我没输给过越南。别的人是内战没输过，外战没赢过，我就不一样，我是内战没赢过，但外战我也没输过。为啥不输？因为我没这个机会。JK Love 性格堪称伟大，很能吃压力，怎么说都不生气。我不行，弹幕一说我就生气啊，因为他们老说中。所以我从来没想过有什么高光，没奢望过拿过冠军，只要一点点光，够我光合作用就可以了，因为我菜嘛。打职业没拿冠军，当主播也不是最出名的那几个，我承认就是个运气好的普通人。很多人吐槽我没有奖杯，书架上只能摆花盆，嘲讽我花盆的神。但我想说，我们普通人不爱拿奖杯，就爱养养花。谁家里没事那么多奖杯啊？奖杯很难降解的。可是养花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热爱和平，保护环境，没有大用，但也能给世界带来一点作用。什么作用呢？光合作用。谢谢大家，我是水晶哥。看出来了，嘴是真硬。其实养养花挺好的，养花种草它特别治愈心情。对，就治愈没有奖杯的心情。下面要上场的这位朋友，一遇到有些事儿他就容易激动，容易情绪化啊。尤其是对体育圈的那个情绪，比对娱乐圈还大。掌声欢迎老体育人范志毅。大家好，我是范志毅啊。这个节目啊，我真搞不懂。录到现在我才上了5期，小齐上了3期，还天天说我是品牌自由。小齐怎么回事？你是哪个品牌的？小齐啊，今天我告诉你啊，这里的品牌自由只有我一个，给我一个上海人啊，气出河南话了。我蛮期待这期的，之前那几期都太正经了，跟出席商务活动一样。今天来了体育明星，我很兴奋。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偏商务，我偏运动的嘛。
苏豪，5年啊，我等了整整5年啊。终于等来了一个打篮球的。这5年啊，楠楠他们综艺都不上了，我只好辛苦一点，把他们能上的、不能上的综艺我都上了。哦呦，忙死哦！你知道我这5年怎么过来的吗？哎，过得确实蛮好的。今天终于等来了苏豪，一开始搞得我热血沸腾，后来听说他已经退役不打篮球了。哦呦，这蛮可惜的。那以后只能一起上综艺了。苏豪也不容易的。最开始朋友家睡沙发，后来才一路打出来。我们运动员很辛苦的，这么多年都有职业病的，大家看着点他，别一会儿在沙发上睡着了。真的。其实我跟苏豪是去年见过一次，是 NBA 全明星赛，当时印象里他话不多，后来发现是普通话会的不多。听他说话什么感觉呢？我要烟牌，给我擦皮鞋。苏豪，这还算好的，有口音，起码能听懂。现场还有一个什么叫 Jackie 什么 Love， 这个是个什么名字？我还是叫你文波吧。文波都是世界冠军了，有什么好吐槽的？我都没有拿过世界冠军。后来我听说他输过越南。水晶哥，文波的同行也不容易的，打比赛没有拿过冠军，直播没有奖杯摆，只有摆花盆。你来我这，我那奖杯多呀。搞不好人家现在养花真有一手的。这样啊，你有空去我那帮帮忙，帮我给球场的草坪浇浇水。哎，你不白了，真的，我送你个冠军，人生第1冠，浇灌。哎，干好了啊，还有那种喷冠和淋冠，你就是3冠王。何广智人家也有冠军的，拿冠军的时候获奖感言还敢提到梅西夺世界杯。他什么冠军？你什么冠军啊？梅西能和你比吗？他这辈子只能争世界杯这1个冠军。哎，你这对面不还有一个吗？看看能不能转会过去拿一下。哎呦，一到运动场我就话多。其实这哥几个都有高光时刻的，我也有高光时刻。这么多年号称亚洲第1后卫的太多了，争来争去没意思。我现在就想当综艺的亚洲第1后卫，很难的。我防了这么多年都没有防住张绍刚，还是让他进来了，是没防住你吧？谢谢大家，我是范志毅。这个有防住你，让你进来了。范哥，我想跟你说一下时间顺序啊。虽然您现在在综艺这块弄得挺好的，但是肯定是我比您先进来的吧？你凭什么防我呀？我是不是应该是综艺的亚洲第1后卫啊？怎么成您了？把你狂的！哎，不是，要不咱俩站着比比啊？免了！要不比比，还踢后卫，没必要，我跳都不用跳，没必要，那么大岁数了，由着他吧啊。
多少年过去了，家人们，我们的年夜饭年年都是这套阵容，再这么上肯定不行。今年咱们必须变阵，记住，今年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海天豪门队焕鲜新年味，海天豪门队焕鲜新年味，上场。新年有海天，年味更新鲜。下面要上场的可就是年轻人了，小齐。我可以告诉大家，小齐真的是来第3次了，节目组是真喜欢的。你看，说唱、综艺人、电竞都来，你就感觉吧，360行，行他都爱喷。让我们掌声有请纯爱喷的战士小齐。哎，谢谢各位，我小齐啊，也感谢刚才张老师跟范老师表演的节目《老登打架》。哎呀，这个嘉宾阵容能看出这个节目要完了呀！以前来的什么人？向佐、张唯一、艾弗杰尼，都这些该吐的。现在什么人啊？林书豪、J.K. Love、蒲熠星，就这阵容我都想作诗，你知道吗？喜剧节目嘉宾来，不带槽点带奖牌。你让小齐怎么办？拜拜。真的，我最开始知道这嘉宾阵容，我觉得我不配吐槽他们这帮天才。你说人家 J.K. Love 17岁夺得电竞比赛冠军，林书豪23岁成为林疯狂，我16岁参加工作。17岁掌握基础美容美发技巧。但我这2天我想明白了，我就该吐槽他们，因为吐槽是我的工作，朋友们，不管我配不配，他们都得配合我，你懂吗？因为就算你们是开兰博基尼的人，我是保安。当我说出到，他们就得到。今天来的是电竞跟篮球的，哎呀，情感很复杂，因为这俩都是从小就热爱的运动，也是我上中专的原因。J.K. Love 我最开始我把他当自己人，说过一句话特别戳我，如果没有英雄联盟，我可能在工厂里打螺丝。我也说过，如果没有脱口秀，我可能在工厂里打螺丝。真的，中国如果没有娱乐业，我俩是工友。电竞的手速打螺丝得多快啊！啊，可惜了，再来2条流水线。林书豪啊，曾经的 NBA 巨星啊，现在来这破节目了，能理解。哎呀，退役了嘛，又住在美国，站不上3分线，就怕斩杀线呢。来内娱赚钱，不懂内地也不懂娱乐。就是读稿的时候问导演组说：“哎，我们这么说广智。”嘲笑穷人 ，you know， 不太正确呀。哎呀，哥，你多虑了。他现在最近呢，挣的应该比你多。你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小周杰伦。哥，这就是内娱。
总有人不穷装穷，不懂装懂，没有主咖叫主咖。这个内娱啊，就跟他们英雄联盟界一样，就是火了的呀，都是 faker。胡一星，啊，这个突然过渡到你，没有说你是 faker 的意思啊。他的学历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硕士，贼装。采访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幽默，说只是个水硕，别开这种玩笑，我听不出来。我真当水硕的，导演还暗示我说想读这个大学可不容易了。我说是，我读好几遍没读明白，这名儿也太长了吧，听着像约翰自我介绍的时候咽炎犯了。我是约翰，哗。还好今天有人科呀！他的学历是在座我最敬佩的，他是我见到第一个中专肄业的。哇，比大学毕业难多了。太厉害了！大家知道中专肄业就一般就一种情况，家里突然发财了，把孩子送出国留学去的，可能是约翰霍普金斯吧。我为什么对这种又聪明又帅又有学历的人这么有情绪？他们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小心眼，上了那些综艺还上什么最强大脑，不知道他们在炫啥呢？最强大脑不就一器官吗？有啥争最强的？我觉得你没有平台，要不范志毅最强大脚，张绍刚最强大姨。朋友们，一线的一，他还上了一站到底。我不知道那个答题节目，一个答题节目花样咋那么多呢？那花我最爱听我都听不明白。说一站到底答题节目，说咋的？答错了罚站呢？后来知道答对了才罚站。如果你答不上题，你就有个洞，唰就掉下去了。我说，这我得看看。但朋友们，你不知道多少人跟我一样，我不看问题，我就等他掉那一下。我当男生女生向前冲看的。我甚至希望他们出一个纯享版，调动纯享版。哇，这一定要慢放，让我吮吸他们的恐惧。看到那些学霸答完题突然，过瘾。吴一星一上去那个表情，3分讥笑，4分凉薄，不知道他在那帅啥呢？一个动脑子的答题节目，他答题之前在那儿。你要到东南亚打自由搏击啊？你动脑子就算热身，也不应该是那种3.1459263.196314963.145，或者侵害李皮鹏，他侵害李皮鹏。这帮天才逼出了我所有知识点。我今天我感觉太难了，我好像那个李皮鹏，我被侵害了。哎，他那个答题节目一站到底还放狠话，贼尴尬，你知道吗？答题之前一个人，剑在手，谁是英雄？今天这把剑可能会传向他，或刺向他。我说这么中二吗？
我感觉下一句话就是萨斯盖。拿了个。而且不知道他答那个题有啥用呢？朋友们，他们当时花了那么多时间背那么多冷门题目，你可能没想到，后来有 DeepSeek 吧？那个题整贼帅有啥用啊？这贼帅上去。美国总统肯尼迪是在德州哪个城市遇刺的？达拉斯，有啥用啊？都是历史了。不是我们不就是背的题目题库不一样吗？你的冷门点儿，你不要觉得骄傲，真的，我有很多知识你也不知道，你知道吗？不行，今天我考考你。六战王是吗？请听题：漂染应该用几度双氧奶？6度。还使相，长那么帅，你会使相吗你？第二题，刮大白掺多少胶，业主不能发现？不能掺。你都掉下去了，知道吗？你学霸学吧，你就。朋友们，我今天想说什么？我知道这些天才、这些太阳是耀眼，但每颗星星也是独一无二的。谢谢你们。这帮天才也很好打败，朋友们。林书豪 NBA 打篮球的，你跟他比普通话呀？任科搞摇滚的，你跟他比普通话呀？普通人就应该比普通话。我知道我今天也说错了很多，所以谢谢各位，我是谢谢各位。谢谢，小齐啊，啊，挺好的，挺好的。但是你下次再来的时候啊，我真的建议啊，我这儿给你做一洞，我给你做一洞啊，就是哪个嘉宾忍无可忍的时候就摁按钮，然后你啪家伙就消失。现在我心里想，推星肯定想让你消失的彻底一点。下一位要上场的任科，哎，大家知道任科哈，任科是个很抽象的人，他的行为总是让你很难去预测。可以了，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下一秒会说什么，但是只知道他肯定时不时。可以啊，都可以，可以啊，都可以，都可以，好看吧？帅帅帅 ，OK 是吧 ？OK。老师，我的词儿还没说完呢。来继续，继续，就太伤人了。我得救他。就是你在他所有的行为里面，你就可以肯定一点，他一定会时不时的就会说很厉害的英文。OK， 任科 ，Are you OK？ Yeah, I'm OK. Right now， 掌声欢迎永远 OK 的任科。OK。Yeah, of course, I'm OK. 大家好，我是任科。英文名叫任科，法语叫 Ranky，you know？ OK。好看我的造型不难看出来，对吧？我就是1986年6月17号出生的。
这个字还可以再打大一点吗？我没有老花，我有点散光。OK。好，回来，从头来。看我这个造型，不难看出来，我就是1986年6月17号土生土长的任科。在那个年代，在那个遥远的过去，就是连郭富城都算不上主咖。But 时代变了 ，Time is changing, you know. OK， 看看现在台上的是什么人？啊，两个打游戏的，两个搞体育的，两个讲笑话的，还有一个一言难尽的。Really hard to say, you know. OK， 幸亏今天呢，有一位我的哈佛校友林书豪，林先生。OK。Yes, wonderful， 这个字体刚刚好。林书豪，大家都很佩服他，打球又好，学历又高，但去哈佛很难吗 ？I don't know。对，我不懂啊，你们是要考试还是参加什么申请之类的，对吗？去哈佛很复杂，对吗？我是被邀请的。Invite because I have a invitement。啊不再来 because I have a invitation。哎，这个字怎么读？来，林书豪教一下我。Invitation。OK。去哈佛很难吗？我不懂啊，我是被邀请的 ，because I have a invitation. I have an invitation, you know? Yeah. So for me, it's so easy. OK， 所以推荐啊，最近想演讲但又不知道去哪里的朋友们，哈佛还蛮不错的。众所周知林书豪曾经是 NBA 球员，我呢一直觉得我的篮球水平呢也是 NBA 级别的，虽然我从来不打。我17岁第一次拿起篮球的时候，我就幻想我拿了 NBA 总冠军。我不擅长篮球，但我擅长幻想。我有多擅长呢？我又拿了一次了。OK， 我们回到现实。林书豪有一段时间比赛呢，会搞各种各样夸张的发型，别人投3分，他投37分，而且还搞脏辫，应该是战术，以脏辫应万变。Yes。但是后来呢，他就不搞发型了，打球也不行了。你以前的发型呢？你以前的头型呢？你得稚嫩起来啊，晓得不？一句标准的东北话送给你啊 ，OK。回到普通话。我初中没读完呢，就出来搞艺术了。哎呀，我怎么播音腔都出来了？再来。哎。我初中没读完，我就出来搞艺术了。我觉得学历不重要，我讨厌那些总是炫耀自己学历高的人。小七，Little Kiwi， 这是我给他取的英文名。小七，这个中专毕业的学院派，
听说还写诗，我看过了，我把它打印出来。哎，这是饼干。Sorry。太抽象。嗨。看，这诗多好看，形状像一个陀螺，一坨好诗。Anyway， 今天还有2位电竞选手，我不了解英雄联盟啊，就去查了一下，其实呢就是一个场地，然后在里面5条人打5条人，就这样的游戏，比赛奖金居然有200万美金，怎么5条人跟5条人差距就这么大呢？Yes， 我特意呢看了他的介绍。我有手卡的，我不光有那个提示器。OK，Jackie Love 在 LOL 的 S8 赛季里面担任 IG 的 ADC， 战胜了 KT、G2、FMC， 然后为 LPL 带来首个冠军。我在哈佛演讲都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英文。OK， 大家都说你那次夺冠呢是因为运气好。Yes， exactly。要是等到80岁还没有拿冠军的话呢，那你都100年纪了，就该死了这条心。OK， 科学的方法你都试过了，对不对？那么你应该试试别的办法。哎呀，这段重读吧，我不想重录了。导演，太抽象。结束完之后，我不想重录，我重读这一段。没见过这么新的喜剧技巧。What are you doing, man? I'm okay. Just leave it. Okay. 科学的方法你都试过了，你该试试别的方法，比如换个名字。要成功嘛，可以把 Jackie Love 改成 Jackie Chan。这个名字一听就很能打，对不对 ？Jackie 好歹拿过1次冠军，水晶锅呢？他好像都对了，想的都不在梗上。因为水晶我是很能念准的，歌也我也念准，水晶跟歌一连起来连读很难的。水晶歌，1次都没拿过冠军，拿冠军很简单的 ，It's so easy, man 。OK， 我来教你啊。不就拿了吗？吴一星，之前呢上节目呢见过，送了我一本他的小说，一本悬疑小说，悬疑小说一本，咸鱼小说。一本悬疑小说，我看了不是很悬疑，我决定自己制造悬念，所以没往后看。我把书给扔了。不过呢，你的书呢并不孤独，因为在垃圾桶里面还有冯唐的、李诞的、许知远的。OK， 开玩笑的，他们3个的我都没扔。OK， 他在演唱会给自己创造了7个不同的角色，这在拉空，这在拉控，这在拉康的精神分析里叫人格分裂啊。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叫自恋，觉得一个自己还不够大家欣赏，
他跨年发朋友圈都是新的一年爱你牢记，你不觉得拥挤吗 ？OK， 开玩笑，微信，你们7个不要围殴我啊！好吧，最后一段了。It's wonderful！ 今天讲高光时刻，我的高光时刻就是1986年6月17，我出生的那天。那天阳光刚刚好，多一点你都觉得它刺眼，既灿烂又高光。再多一点就曝光了。虽然那天出生的时候我也全曝光了，这个段子已经被导演拿走了，我临时加。OK， 当时我妈妈跟我说，以后你一定要去祖咖和他的朋友们，在这档既没有祖咖也没有朋友的节目上，为大家带去欢乐。OK， 辛苦大家，我是任科。感谢任科的表演，哎，任科的表演刚才非常好。sorry， 这句是主持人的，我多读了一句啊。OK， 提示器下班。我拿我的饼干。是帅的，是帅的，是帅的。哎呀，任科，要不我下班呗？你再按照那个提示器，你把我词儿都念了，不就完了吗？我这个太难读了。而且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各位朋友们，就是任科的这个表演啊，他带来了这样的一种风格，就你觉得吧，永远也演不完，因为他随时往回倒。刚才广智非常担心的叫了我一下，广智说：“张老师，按照这个节奏，一会儿是不是您上去要重新介绍他？”广智，我要承认嘛，这个好笑。哎呀，就是这种循环播放的脱口秀风格，谢谢您给我们带来。天才，天才！哎呀，太可怕了。